世界上最健壮的牛，不锻炼就有满身肌肉，堪称牛界的施瓦辛格。有一种牛天生健壮，不需要任何运动锻炼就有一身发达的肌肉，它们站在那里完全不像普通的牲畜，而更像一种不好惹的凶悍野兽。这就是著名的比利时蓝牛。它们到底有多强壮呢？这种牛的肌肉轮廓非常鲜明，它们的肩背、腰腹、臀部都有大块的肌肉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它们的肌肉含量比普通牛高18%到20%，脂肪含量却要低30%左右，整体瘦肉率高达80%，肉质非常鲜美，能跟著名的安格斯牛肉媲美。也是因为肌肉含量很高，比利时蓝牛在平均不到1.5米的身高下，拥有2000斤左右的体重，产肉量要比其他种类的牛多不少，并且它的生长速度很快，巅峰时期每天都能长3斤肉，普通时候也能增加2斤左右的肉。在其他牛还在发育成长时，它已经可以育肥出栏了，这大大提高了养殖户的效率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的照片，都以为是网络 P 图，即便经过查证，确认了它的真实性，也会下意识认为这是被注射了激素。不过公开的培育技术表明，这种牛除了长相怪一点外，就是正常的牛，并且肉质鲜美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很低，营养十分丰富。它之所以肌肉如此发达，生长速度这么快，是因为身体里缺少一种肌肉生长抑制素。正常的动物为了健康成长，防止肌肉过度增加，体内都有肌肉生长抑制素。当身体长到一定程度后，就会停止生长。但人工培育出的比利时蓝牛体内却没有这种抑制素，所以它不需要专门锻炼就能长出一身肌肉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就好奇了，这种肉质鲜美、生长过程怪异的比利时蓝牛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？其实这种牛最开始是偶然出现的，相比大家也猜到了，它是不同牛种杂交的产物。在19世纪，比利时有一位牧场主十分喜欢牛，也养了各种各样的牛。为了丰富自家牧场里的牛种，他引进了英国短角牛和法国夏洛莱牛。一般情况下，不同种类的牛都是要分开饲养的，但这位爱好研究牛的牧场主，为了观察这2种牛的生长习性，特意把它们关在了一起，然后用不同的饲养方法和饲料配比进行饲养，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。谁料在这个过程中，原本应该毫无交集2种牛竟然互相发情了，于是他们杂交生出了最初的比利时蓝牛祖先。这只杂交产生的牛一生下来，肌肉就比它的父母发达很多，生长速度和长肉速度也比其他牛快很多。这种牛一经问世，就立刻吸引了爱吃牛肉的欧美人，于是他们利用更多的英国短角牛和法国夏洛莱牛杂交，同时用他们的后代跟比利时本土牛种杂交，从中选取身体健康、形状优越的个体不断繁殖。通过100多年的选育，最终培育出了如今这种肌肉发达、口感鲜美、营养丰富且遗传相对稳定的比利时蓝牛。它们不需要专门锻炼或者补充蛋白质，只需要吃最普通的草料，就能长出大量好吃的腱子肉。于是迅速从比利时销往欧美各地。如今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在培育这种牛。既然比利时蓝牛形性状这么优秀，在欧美国家大受欢迎，为何我国不着手引进呢？别看比利时蓝牛健壮无比，但它的身体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它之所以长成这副精肉球结的样子，是因为体内缺少肌肉生长抑制素，所以归根到底，它还是属于人工干预下产生的杂交物种，个体生长有不少缺陷。一来，虽然它们肌肉发达，但是骨骼并没有随着肌肉增加而变大，还是普通牛的骨骼大小，这也是它们看起来肌肉线条格外明显的原因。因此，它们的骨骼承受力是有限的。很多比利时蓝牛都患有舌头肿大、心肺功能障碍和骨骼、关节疾病。当有一天它们脆弱的骨骼无法支撑越来越重的肌肉时，最后它们会被自己的体重压死。二来，肌肉过分发达也影响它们的生育繁殖。母牛的肌肉过于发达，影响它们的卵巢发育和卵子质量，因此比利时蓝牛的受精率非常低，繁殖能力特别低下。即便成功受孕了，它们的生育也有很大的困难。肌肉过于发达，使得幼崽在母体肚子里时就会长得特别大，但是母牛的骨骼依然跟正常牛一样，它们的盆骨相对较小，大量的肌肉也让它的产道肌肉弹性不够大，生产的时候很容易一尸两命。绝大多数比利时蓝牛生产时基本全靠剖腹产，一些配种的母牛一生要剖腹10几次甚至几十次，这既不人道，也需要极为专业的技术好工具。因此，饲养比利时蓝牛的成本并不低。目前我国还无法达到如此困难的培育标准和相对专业的技术要求。另外，国人最喜欢的肉类是猪肉，对牛肉的需求量和消耗量远没有欧美国家那么大，暂时也没有必要引进这种饲养和成本难度极高的比利时蓝牛。